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昨天晚上官方有发布了一个影片，是讲关于960的。它的标题是写冠军之路960哪4个冠军的背后秘密，关于未来还有打仗的访谈。但是因为官方这个影片呢，它的中文翻译好像有点问题，那可能官方是中文方面没有设置到很好啦，所以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他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。那首先比较搞笑的就是呢，官方这个影片它不管是嘉宾还是访谈的人员呢，全部都是960的人。官方你是已经没有人可以做访谈了吗？那么 Redline 在1254解散之后，他已经把账号移来960这里了。那 CView 你们应该也知道啦，他本来就是960的人，然后 Fish 呢其实是960的管理层，所以他这个访谈就是我自己访问我自己哈。不过坦白说 Redline 来960的时间其实不算是很长啊，他才刚来不到1个赛季而已，所以他要做访谈也是可以的啊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访谈到底有爆料什么960背后的秘密吗？就让那个影片让我们更了解960背后的故事。正式开始的时候 Redline 就有介绍自己是谁，然后他是万国觉醒的官方主播，有兴趣并且是听得懂英文的观众呢，你们可以去看他的频道。然后这一次就邀请了 CView 还有 Fish 来做访谈。接着 Redline 就开始问了一些问题，是问关于这2个玩家，他想要更了解这2个玩家。一开始是问 Fish 他来自哪里，然后玩的这个游戏有多久了。 Fish 就说他来自960，然后他在960是负责做招募还有做统计的，然后他已经玩了这个游戏3年半的时间，几乎是把全部时间都花在960上面了。接下来 CView 大家就比较熟悉啦，他玩这个游戏已经玩了5年时间。那他在960除了管理之外呢，还有做一些统帅的推荐搭配，还有做一些影片内容在 YouTube。那当然啦，他还有其他账号，比方说抖音啊、哔哩哔哩都是有的。不过看那个访谈呢，大多数都是一些外国玩家，他们可能没有接触哔哩哔哩或者是抖音啦，所以这里 CView 只是提到 YouTube 而已。那提到关于统帅搭配这一点， Redline 就有问到，如果有时候他想要去问 CView 关于统帅搭配的问题，是不是随时都可以问？ CView 说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是在960里面的话。下一个问题，60GT 已经获得奥西里斯联赛4连冠冠军了，就问这2位有什么感想。首先 CView 的回答是感觉到很棒，然后感到很荣耀，持续4个赛季都是保持在最顶尖的位置。不过有说到他们已经离开了很多玩家，尤其是亚老离开的时候，有一些元老的玩家也是跟着亚老一起离开了。不过还好的就是他们每一次都有一些新玩家进来，不过多数原本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玩家都已经离开了，至少在这2季里面都是已经离开了。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说 60GT 的联赛队伍呢，里面的玩家大多数都是新的。虽然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，不过他还是感到很开心， 60GT 依然还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联盟。Redline 就觉得很疑惑，你们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老玩家，全部都是新血玩家，是怎样维持联盟在最顶尖的联盟？是不是每个星期都有做练习？要怎样才可以加入 GT 联盟？只能说执行策略还有指挥的玩家他们非常专业，并且经验丰富，然后他们会时常讨论一些策略还有计划。尤其这一次遇到2244，就是刚刚我所提的那一场差一点输掉，他们是已经花了2个小时之间去讨论关于一些策略的问题。当没有联赛的时候他们就很放松，完全没有练习，但是当联赛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练习，甚至有时候1个星期练习2次，这取决于对方。那有可能对方比较强的话，他们就练习比较多一点，但是至少他们每一个星期都是会训练1次的。比方说这一次的比赛，他们的时间都是在星期日 UTC 15点，他们就会在前2个小时，也就是 UTC 13点的时候开始练习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确保自己的队友有准备好统帅的搭配、统帅的装备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refresh， 这个我不懂中文要怎样讲，就是刷新的意思啦。队友们对于计划的想法，在什么时间应该要做什么东西，还有暖身自己的肌肉记忆。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东西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战前暖身啦。至于要怎样加入 60GT， 那假设没有人弃坑或者是离开这个游戏的话，其实他们不太想要变动现在的人员，或者是接收一些新的玩家。但是很遗憾的，还是有不少玩家选择弃坑了。那么首先你必须要有正确的统帅，还有装备方面必须要好。但是也不是说你的统帅好或者是你的装备好就可以马上进到 60GT 的联赛队伍，你必须要打 KVK 来展现自己的表现。或许 60GT 会考虑让你加入联赛队伍，还有保证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练习或者是做测试，并且确保你的镜头是投资在正确的统帅。不过 Redline 有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之前他在1341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要求要把镜头投给花木兰，要把他给觉醒。
那时候 Red Line 是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把630颗金头全部丢给花木兰。接下来就是2244的问题啊，这一次打2244的时候分数是非常接近的，就问两位有什么感想。CPU 就有回复到他们没有预料到2244会花6点技能点开启神策传送到他们的方尖塔。那时候60GT 的部队全部都已经在中路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回去，最后就让他们拿到了60GT 的方尖塔，然后他们传送了5到6个玩家的城市过来，让他们成功做到一些干扰的动作。Red Line 就说他们在很漂亮的时间传送过来，差一点就要拿下了。虽然如此，60GT 依然还是拿到冠军了，这里就恭喜他们。接下来问 Fish 关于93T 这一次获得冠军，第一次获得冠军有什么看法？那 Fish 的回答是他们之前有做过一个访谈，那个访谈我还没有去看呢。他说这一次93T 的表现很好，玩家也是很强。有提到 GST 在第一个关卡的时候做了很大的错误，如果你们有看我直播的话，可以看到 GST 在打完一波野战之后就马上撤退了，他们并没有去专注那个灵柩。不过除了那个问题，大家还是表现得很好的。他认为93T 在巅峰赛的时候也是可以表现得这么好，这里就祝贺93T 拿到第一次冠军了。那么4个赛区的冠军都已经出现了，巅峰赛也是即将要开始了，也会遇到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联盟。就问 Fish 有没有一些联盟让他觉得很危险的，对于巅峰赛有什么预期？ Fish 认为危险性最大的就是 93T 还有89，毕竟能够打到巅峰赛的联盟呢，都是有很高的行动力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们训练了多久，还有他们团队的配合度，这种东西是很难预料的。接下来的问题是问到关于1960王国的，原本960是170亿的，但是过了前置之后变成200亿。那么在前不久也是招募了142的玩家进来，那他们想要维持现在的状态，还是要招募更多的玩家进来？ Fish 就有说到他们并没有想要扩展960依然是想要保持质量大于数量，不想要扩展到4-5个百亿联盟。960的数量少但是质量高的情况呢，已经维持了至少2年，并不想要改变现状，他认为这个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。接着提到关于这一次的 KVK 3打5跟1034打，对于这个 KVK 有很多人讨论。这一次960是跟2377还有1671合作了，他就问这两位有没有办法撑过这一次3打5的 KVK。CPU 回复到这一次他们的 KVK 全部王国都是先锋王国，没有任何一个先锋王国是很弱的。他希望这一次结盟的3个王国能够获得自己的领土，尽力去获得胜利，不管输赢都好，他们都是为了这个游戏的乐趣而已。这一次的重点就在960跟1034，有很多的玩家在讨论区都讨论这2个王国，比较这2个王国。对于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？ CPU 说在巅峰赛的时候都曾经遇过1034 2次，但是很不幸的2次都失败了。但是1034跟960其实有很多共同点，比方说这2个王国在奥西里斯联赛都是主宰了自己的赛区， 1V 跟 GT 都是很强的联盟。对 CPU 而言， 1V 跟60GT 其实是很相似的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960他们比较专注在 KVK， 然而1034比较专注在奥西里斯联赛。Red Line 有提到这一次1034他们跟1644合并了，就是 PLA 已经加入了他们。或许这一次的 KVK 有不同的表现和乐趣，不管怎样这一场 KVK 都蛮有意思的。最后万国觉醒已经5年了，那2位对于接下来5年960有什么进展？ CPU 感谢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960的玩家，只要还在这个游戏里面，960就会享受每一个时刻，尽量让每一个玩家都保持生活跟游戏的平衡。以上就是访谈的所有内容了，如果有什么遗漏或者是翻译错误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那希望经过这个影片之后，大家可以更了解1960了，也希望960不管是在巅峰赛还是在 KVK 都可以表现到最好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